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听过台湾的第一灵异公路吗？据说这里不仅满是离奇的传闻，还被人称作阴气最重的地方。就在这里，曾有人目睹诡异的双手攀树，有人迷失在不存在的路段，还有人发现同行的朋友早已不是活人。这条白天风景如画，夜晚却诡异莫测的公路，一直以来流传着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故事。今晚我会带你们一步步揭开这条公路背后的恐怖秘密。或许这些传闻只是一场巧合，或许它们只是人们的想象，但在那些目击者的口中，这条路上的每一段故事都让人无法解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揭开巴拉卡公路的真相吧。那是一个平静的夏夜，月光淡薄，四个大学生阿杰、阿伟、小亮和阿凯相约夜骑，享受山间的清凉。这群热爱冒险的年轻人几乎跑遍了阳明山附近的所有公路，但这次他们突然停在了一条从未涉足的小路口。阿伟骑在最前面，他抬头看了看岔路旁的路牌，上面写着巴拉卡公路几个字，斑驳的漆面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突兀。这里没去过吧？阿伟转头问道，语气里透着兴奋和些许的挑衅。别去了，听说这条路不干净。阿凯骑在最后，他一向对这种传闻心怀忌惮。怕什么？路不就是路，快点跟上。阿伟一踩油门，领头冲了进去。其他人虽然心里不安，却还是忍不住被冒险的冲动驱使。三台车一前两后驶入了这条陌生的公路。刚开始，路旁的树影还算稀疏，月光偶尔能洒下几缕，气氛并没有显得特别诡异。但随着他们逐渐深入，头顶的树冠变得越来越密，月光完全被遮蔽，眼前只剩下一条幽暗的路，仿佛通向无尽的深渊。骑着骑着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笼罩了整条公路，白茫茫的雾气瞬间侵占了他们的视线，冷湿的空气贴在皮肤上，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触手在抓挠着他们的衣服。三台车的车灯在浓雾中显得昏黄而模糊，路的尽头像是被吞噬了一般，什么都看不清。靠，这是什么雾？感觉都快看不到路了。小亮在后面喊了一句，声音被雾气掩盖得模糊不清。阿杰紧跟在阿伟的后面，他的心开始隐隐不安。尽管他们放慢了速度，但越来越重的雾气让他感觉仿佛正在穿越一条通往未知的隧道。最让他紧张的是，这条路竟然连一点点的路灯都没有，四周只有树影模糊成黑色的怪物。每一次风吹过，树枝摇曳的声音在雾中显得尤为清晰，像是谁的低声笑语，断断续续，萦绕耳畔。阿凯在最后，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前方的小亮，保持着车蹶。他心里莫名升起一股寒意，汗水顺着后背滑下，却不是因为炎热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。他本能地感到这条路不对劲。突然，阿凯的目光定格在了前方，他看见骑在最前面的阿伟的背上，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双手。那双手从肩膀后面探出，像是某个人正趴在他的背上，指尖缓缓向上移动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阿凯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，心跳疯狂加速，双手紧紧抓住车把，冷汗直冒。他用力眨了眨眼，试图看清楚，但那双手的动作太过诡异，竟然慢慢攀上了旁边的一根低垂的树枝，然后轻轻一跃，消失在了茂密的枝叶间。他张大嘴想喊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。几秒后，他才猛然醒悟过来，开始疯狂按动车灯，向前方示警。车灯的闪烁让小亮和阿杰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他们急忙停下车。你搞什么？突然闪车灯。小亮转头问道，但当看到阿凯苍白的脸时，他的语气也不自觉地降了下去。前面，阿凯的声音颤抖，阿伟的背上有东西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前面的阿伟，他已经停下车，正站在路中央，疑惑地回头。
你们怎么不跟上了？阿凯用颤抖的手指向他的背，你背上。刚才有双手攀到树上去了。阿伟的脸顿时僵住了，他犹豫了几秒，然后慢慢开口，其实我刚才也觉得怪怪的，骑着骑着，总感觉后面好像多了点什么，像是有人搭着我的肩膀，但我不敢回头看。听到这句话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冷风穿过浓雾，带着低低的呜咽声，仿佛某种警告。别多说了，快走。阿杰打破沉默，迅速催促大家继续前行。几人默契地加大油门，一路冲下山，直到看见路边便利商店的灯光才松了一口气。便利商店的灯光暖黄而明亮，但他们的心情却丝毫没有轻松下来。每个人都抓着饮料，用力灌下，仿佛这样才能压下刚才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惧感。刚才是真的有东西吧？阿凯率先开口，声音依旧颤抖。阿伟沉默片刻，低声回应，我也感觉到了。但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不确定走。小亮皱眉，他不是早就攀到树上了吗？空气在这一瞬间变得死寂。几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瞬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恐怖的念头，他真的走了吗？窗外的风声加大了，便利商店门外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，像极了一种嘲弄的笑声。巴拉卡公路再怎么灵异，不是也被我们跑过几次了吗？阿志一边拧着车钥匙，一边对身旁的朋友阿坤说，今晚4个好友又相约夜冲，阿志、阿坤、阿强和阿敏都是夜骑老手，而巴拉卡公路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骑行的地段了。尽管听过不少传闻，但几次骑行下来，似乎也没碰上什么真正的诡异事件。但愿今晚别出什么状况吧。阿坤笑着摇摇头，语气虽轻松，心里却藏着一丝隐隐的不安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月亮被厚重的云层遮住，山林里吹来的风比平日冷了几分。几人依旧熟练地骑上车，沿着巴拉卡公路缓缓而行。然而这次不知为何，他们很快察觉到周围的景象变得陌生。公路变得异常狭窄，两旁的树木越发高大茂密，像是铺天盖地的黑暗牢笼，将他们困在中间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轮胎压过地面，传来令人心悸的轻微摩擦声。等等，阿敏突然喊道，这路不太对吧？我们以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小停车场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怎么今天没有？阿强也减慢了速度，仔细环顾四周。可是黑暗中除了树林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标志牌，没有岔路口，甚至连月光都被浓密的树冠挡住，四周漆黑的像一口深井。阿志皱起眉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可能是雾太浓了，我们看不清。再往前走走吧，总不能迷路吧。继续向前骑了几分钟，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。他们看到了一座破旧的公车站，孤零零地矗立在路边。站台锈迹斑斑，上面已经看不清写了什么。长椅上爬满了青苔，木头的扶手被撑住的坑坑洼洼，地面湿滑泥泞，像是刚下过雨，但头顶的天空却没有一滴雨迹。休息一下吧，阿坤停下车，提议道。几人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靠在公车站边歇脚。凉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带着一股古怪的腥味，像是什么东西腐烂后的味道。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猫叫声，那声音尖锐沙哑，尾音拉得极长，听起来格外瘆人。妈的，这地方真他娘的诡异！阿强低声骂了一句，用手抹了抹额头的冷汗。他环视四周，发现树影在风中摇晃，像是一只只挥动的手，正无声地指向远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别待太久了。阿敏的声音有些发抖，他紧握着手机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这个地方感觉不该停下来。阿志抬头看了看路的尽头，突然开口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条路好像一直在变长？我们骑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那个熟悉的弯道？
他的语气里第一次出现了犹疑和不安。阿坤皱了皱眉，强装镇定，别想太多，可能是我们方向赶出了问题，要不咱们继续走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肯定能骑回去。但是阿敏咬了咬唇，压低声音，我们真的能回到原来的路吗？他的语气中多了一丝颤抖。没人接话，四周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树叶的沙沙响。他们重新骑上车，继续沿着黑暗的公路向前。随着距离的拉长，浓雾越来越重，视野内的景象愈发模糊，仿佛他们骑行的每一步都是通往未知深渊的迈进。突然，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小庙的轮廓，是土地公庙。阿坤喊了一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松了一口气的喜悦。这里我记得，只要过了这个庙，再骑2公里就是个岔路口，肯定能找到原路了。大家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，踩油门的速度也加快了。可是就在他们即将骑到庙前时，阿志突然大喊：小心！阿坤紧急刹车，摩托车的车轮在湿滑的地面上打滑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差点侧翻在地。所有人瞬间停下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景象。眼前原本笔直的公路，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变成了一整片密实的山壁，湿漉漉的岩石挡在前方，仿佛根本没有路的痕迹。如果他们没有急刹，下一秒便会直接撞上这片山壁，车毁人亡。这不可能！阿坤瞪大双眼，声音里满是惊恐。刚才明明是条直路，怎么会突然没了？阿志站在原地，抬头看着山壁，脸色苍白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，我们是不是撞到鬼遮呀？几个人再也顾不上冷静，转身飞快地沿原路下山。冷风呼啸而过，雾气像是无形的手指，抓挠着他们的脊背。经过那座破旧的公车站时，阿敏忍不住侧头看了一眼，却猛地捂住嘴，眼中充满恐惧。怎么了？阿志咬牙问。阿敏的嘴唇发抖，勉强挤出一句话：我刚才看到椅子上好像坐着几个人。所有人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心跳几乎漏了一拍，但没人敢再多看一眼，只有疯狂催动车速，直到山下的便利商店灯光出现在眼前。当他们在便利商店里喘着粗气回过神来时，阿志掏出手机打开地图，想要确定刚才骑行的路线。然而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显示，他们骑过的那段路根本不存在。更让他们毛骨悚然的是，之前那座土地公庙所在的路段，在白天其实是一条平坦的直路，根本没有任何山壁。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？阿坤低声问。没人回答他，只有窗外的风铃被夜风吹得叮叮作响，像是某种诡异的笑声。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夜，夜空清澈，繁星点点。13个大学生挤在3辆车上，兴高采烈地驶向巴拉卡公路尽头的凉亭。他们是临时起意，决定利用周末的夜晚来一场烧烤聚会，顺便欣赏山上的夜景。凉亭位于山顶，视野极佳，从这里可以俯瞰山下新北市的万家灯火。微风拂过，夜色显得格外宁静，甚至有几分浪漫的味道。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脸，他们一边烤肉，一边聊天打趣，笑声在夜空中回荡。这里真的太棒了，其中一个女生感叹道，下次咱们还要来，下次带点啤酒。另一个男生笑着附和。人群中，阿文显得有些沉默，他坐在凉亭的一角，默默吃着烤串，偶尔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平时热闹的他今晚似乎有点安静，但其他人都没太在意，只以为他累了。阿文，发什么呆呢？阿强拿着一串肉递给他，快吃啊，明天可就没这机会了。阿文抬起头笑了笑，接过肉串，低声说了句，没事，我挺好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聚会逐渐接近尾声。午夜时分，凉意渐浓，火堆的光芒渐渐暗淡，四周的黑暗开始吞噬视野。微风中隐约传来树叶的沙沙声，偶尔还能听见像是窃窃私语的声音。
坐在凉亭边的一个女生不安地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凉亭下面好像有点奇怪？”“奇怪什么？”阿强笑着问。“就感觉那里好像不止我们这些人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凉亭下方是一片坡地，黑暗笼罩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大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齐齐朝下面看去。风吹过，带来一阵更冷的气息。有人拿出手机开了手电筒，向坡地照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“别吓自己了，赶紧收拾东西下山吧。”阿强站起身，挥了挥手。时间也不早了。他们沿着原路下山，3辆车一前2后，灯光穿透山间的黑暗，像是唯一的指引。他们一路有说有笑，讨论着刚才的夜景和烧烤的味道。直到快到山脚时，阿敏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等等，我们怎么少了一个人？怎么可能？刚才不还13个人吗？”阿强回头看了看，周围确实只有12个人。“阿文呢？”阿敏环顾四周，他是不是先回去了？不会吧，阿文怎么可能不跟我们一起下山？有人疑惑地问道。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，意识到气氛有些不对劲。大家记得出发前人数清点过是13人，可现在阿文确实不见了。会不会他半路掉队了？我们赶紧回去找找。阿强急忙调转车头，带着其他人沿路返回。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在凉亭和公路沿途都没有找到阿文，无奈之下只能报警。警方很快出动搜山队，最终在一个山坡的谷底找到了阿文的尸体和他的摩托车残骸。当他们听到消息时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尤其是当警方公布了调查结果后，众人更是陷入了无法言说的恐惧。根据法医的鉴定，死者应该是在你们上山途中因摩托车失控冲下山坡后当场死亡。警方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如坠冰窟。怎么可能？阿敏瞪大了眼睛。阿文明明跟我们一起到凉亭，还一起吃了烧烤，怎么可能已经死了？其他人也纷纷回想，阿文确实一直都在，虽然话不多，但和他们一起烤肉聊天，甚至一起走下山。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清清楚楚，阿文在他们上山途中就已经死了。所以阿强艰难地开口，我们今晚和阿文在一起的那些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回忆中，越想越觉得寒意涌上心头。他们开始想起，今晚的阿文确实和往常有些不一样。他总是坐在角落里，不怎么说话，即使有人跟他说话，他的回答也简单而平静。更诡异的是，没人能记得阿文到底是怎么和他们一起离开凉亭的。我记得最后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阿文好像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。阿敏低声说，双手颤抖。当时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笑着对我说了一句，下次再见吧。他的声音已经发抖的几乎听不清。夜深人静，微风再次吹过，火堆的灰烬已经冷却，只有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某种低声的呢喃在说话。凉亭下方的坡地深不见底，而坡地的阴影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正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似乎在等待下一群不速之客的到来。巴拉卡公路，这条白天如诗如画的山间小路，在夜晚却化身为阴冷恐怖的未知领域。无数诡异的故事与灵异的传闻都在提醒着人们，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，它还是一个边界，一个通向未知的边界。这里没有路灯，没有方向，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。浓雾像是一层有生命的沙漠，将一切分隔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在这条路上，或许你的双眼并不能告诉你什么是真实，而你的直觉才是唯一的指引。所以若你真的决定踏上这条路，请牢记以下几点警告。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感到什么异样，千万不要回头。或许你看到的并不是你想看到的。在途中尽量不要停下来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尽快离开。停得越久，你越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。如果在公路上遇到有人挥手示意搭车，或者看到什么奇怪的身影，直接忽视，
请记住，你在这条路上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过路人，但他们并不属于你所在的世界。有时候，未知的东西之所以让人恐惧，是因为它本就不应该被解开。若你无意中目睹了什么，只需低头走你的路，不必试图寻找答案。在山下停留片刻，是当地人流传的一条避邪之法。这个小小的举动，或许能让你甩掉一路尾随的未知存在。或许这些建议听上去荒谬而离奇，但每一个蠢问的背后，都有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有些事情不是无法解释，而是根本无需解释。巴拉卡公路的故事，不是为了吓唬谁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只是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有些地方，有些时刻，或许只是我们无意间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领域，而这些意象，就像是那世界里的住客，无意中与我们产生了交集。他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我们的存在打扰了他们的平静。而你是否愿意相信，阿强回到了自己的家？他坐在桌前，泡了杯茶，试图压下这次巴拉卡公路夜骑带来的不安。他打开手机，翻看今天拍的照片，那是他们在凉亭时随意拍了一张合照。照片里，夜景美得无可挑剔，13个人的脸都带着笑容。但阿强的手突然僵住了，他的目光锁定在照片的右下角。凉亭旁的阴影里，赫然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人身穿一件黑色外套，脸色苍白，五官模糊，像是被薄雾遮掩了一般。他的身体稍微向前倾，仿佛在注视着镜头。阿强的脑海里瞬间一片空白，冷汗涔涔而下。他的第一反应是数人数，他反复数了3遍，照片中的人数清清楚楚，14人。那个人是谁？阿强喃喃低语。就在他盯着那张照片时，手机屏幕突然黑了一下，几秒后，屏幕亮了起来，但那张照片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。阿强愣住了，耳边隐约传来一阵低不可闻的呢喃，仿佛有人在他的耳畔轻声说了一句。冲来的风吹过，带起门框上的风铃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像是一阵诡异的笑声，在寂静的夜里响彻不散。